家好，欢迎收看健康9点，让你健康久一点。我是孟福，在这个礼拜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议题呢？像秋冬季节到了，天气多变化，那身体会有哪些的不适或是一些症状出现了呢？我们一开始先来看一段健康报报。狂打喷嚏，一会儿鼻水流不停，一会儿又鼻塞，不止鼻子、眼睛、喉咙都会觉得瘙痒，就是过敏性鼻炎最常见到的症状。秋冬季节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体质比较容易过敏的民众可要当心过敏性鼻炎可能复发。秋冬的季节通常是属于像秋天是属于干燥型的气候，冬天是属于寒冷型的气候。那一般如果说体质属于比较干燥的患者，他遇到这种秋天干燥的气候，都会容易产生过敏反应。那如果是体质偏虚寒的患者，他在冬天的时候，这种寒冷的天气，他就会更加严重。别以为过敏只对先天体质有影响，现代人常熬夜、日夜颠倒的生活，也会让原本健康的身体进入警戒区。吃多高精致化食物，缺乏天然的营养保护，也会降低人体免疫力，招来后天过敏性鼻炎产生。想要避免，有秘诀，就是运动啦。运动的话，可以让自己借由四肢的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脾胃功能。脾胃功能强化之后，我们的肺部也会跟着强化。这是一种中医相生的原理。运动果然还是不二法门，只要找到自己比较能够负荷的运动项目，定时定量，持之以恒，自然人体的免疫力也会跟着改善。医师也提醒，多吃天然没有精致加工的食物，生活作息要正常，不要熬夜，才能在季节变换时，让过敏性鼻炎等症状通通靠边闪。好的，我们看完 VCR 回到现场，跟大家呢点出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的主题，就是跟鼻子有关。尽管呢秋冬季节呢感冒的鼻子容易不舒服，不过呢事实上我们的鼻子还有许多的毛病要来一一讨论。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医师呢是我们吉田耳鼻喉科医院的副院长曾哲煌曾医师来到我们现场。曾医师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哲煌医师，来自于吉田耳鼻喉科医院。好的，那我们简单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医师的一些学经历。医师呢是我们吉田耳鼻喉科医院的副院长，中华民国防癌协会的常务理事，高雄防癌协会的董事，高雄癌症筛检中心董事，高雄市医师公会代表，高雄美国学校董事，高雄福伦社社长。他的学历是美国常春藤联盟达茂斯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博士，中山大学高阶经营管理硕士。好的，我们简单介绍我们的医师的经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那一开始我想先请教，针对刚刚那个 VCR， 医师也有看到嘛？其实这秋冬季节变化，是不是鼻子比较容易搞怪？对，当温差开始出现的时候，譬如说温度下降的时候，鼻子一碰到冷空气常常会造成这个鼻甲的这个膨胀及收缩，在这一刹那，很多人都会打喷嚏、流鼻水的。所以不一定是感冒才会有这种症状出来嘛，就是可能一些冷空气进来的时候，它就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出现，对不对了？对，尤其有的人他鼻子可能本身上有一些瑕疵，譬如说鼻中隔弯曲啦，或者鼻子里面本来就有一些那个构造性的一些那个膨胀的时候他吸到空气的时候会特别敏感。所以不一定是感冒才会有鼻子不舒服嘛，所以点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从可能室内要到户外去啊，鼻子稍微能够保护一下，不要让一下子有冷空气进来，对不对？对，我们鼻子本来就是跟环境在互动的，在第一时刻它能感受到灰尘啊、空气温度的变化，所以当我们保护它用口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对，而且是最简单的。对的。好，那不过呢，现在除了这个鼻子过敏在季节性容易好发之外，事实上有一件问题呢，其实大家也最容易最担心，也是最容易大家所以听到的，就是打鼾这件事情。打鼾是其实这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生，还是什么样的人会有打鼾这种状况出现？其实打鼾这个问题非常的普通，大概有将近7、8成的男士或者5、6成的女士都有打鼾的状况，甚至有差不多4、5成的男性或者2、3成的女性天天都有打鼾。那打鼾它可能造成一些家人的一些困扰。对。这个鼾声其实它是一个呼吸道所发出的一个杂音。其实呼吸道会发出这杂音，是因为这个咽喉部分这个空间是比较狭窄。当空气进出它不是那么宽敞的时候，周边的一些构造啦，譬如说悬雍垂或者是那个软腭
或者扁桃腺周边的一些软组织、舌根就会震动，而造成这个杂音。哦，所以它是因每个人的体质，有些人体质是属于比较容易好发这种所谓的打鼾，那有些体质就比较不容易。怎么样看那个体质呢？其实我说过了，这是一个咽喉部分的一个狭窄的问题。如果咽喉是很宽敞的时候，比如说很瘦，然后可能嘴巴又很大的这种病人呢，他喉咙那个空间是非常大的。但有些人是下巴小、脖子短，他又肥胖，那个舌根又大。他这种人呢，一平躺那个咽喉部分的空间会很狭窄，当他呼吸的时候，狭窄的空间要空气进出，什么东西都在震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这个判断，从它的外观，就是喉咙这个脖子太短的、比较粗的，就是是属于比较好发的一个状况的人就对了。对，你仔细看，有些人他的下巴小，然后他脖子粗短，然后他下巴不但小，他还往后，有一点往后，这样造成他咽喉的部分的空间又更小了。那或是这个算是一种疾病吗？还是说它只是一种每个人体质不同所造成的？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其实打鼾只是一种杂音，它会造成周边可能睡在旁边的人呢有点不舒服。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造成呼吸道的阻塞的话，其实还好。但有一部分的这些病人可能1-2成或2-3成的病人他们会有呼吸道阻塞的状况。譬如说他在呼吸的时候，因为狭窄，他想要吸更大口气，这时候他会把这些松动的组织也吸进去，譬如说舌根啊，还是扁桃腺周边的这些软腭吸进去，他们鼾声就越来越大声，然后甚至会呼吸中止。当呼吸中止的时候，缺氧的时间就开始发生了，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点是，其实打鼾其实如果不严重的话，基本上它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危害。可是如果说像刚刚医师讲，已经到很严重，它会把一些东西吸进去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呼吸中止。那这一个打鼾的这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会忽然间休克或者是怎么样吗？其实呼吸中止是我做个声音给主播听听好了哈。这些人打鼾是像这样，这是很轻微的，这是很轻微的。可是当这个呼吸道越来越狭窄的时候，这个人会想要吸更大口气，所以他就越急促。然后这些人呢，很多这种太太啊或先生睡在旁边，他会听到这样，就停了就忽然就有停止。对，在这时刻呢，这个舌根可能就会被吸进去，它就塞住那个咽喉部分那个部位。这个因为那个人是在睡觉，他可能第一时刻他没有侦测到他已经呼吸中止了。其实他的腹部、他的横膈膜还是在动，可是没有空气从这里进出。一般这个太太躺在旁边是非常紧张的。对呀，听那个声音好恐怖哦。对，然后这些人可能停5秒、10秒、15秒，有人停30秒甚至1分钟的，真的很恐怖，跟跳到水里在潜水是一样的。在这时刻，脑啊、心脏、肺脏、身体器官真的会缺氧。当缺氧到一个程度脑就会发出一个警讯，让他惊醒，他就会这样又通了。其实这些人整夜如果有这样反复在发生的时候他整夜是睡不好的。是所以点上睡眠品质其实就是很不好，因为很不安稳。可是就这个本身这一个睡觉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他可能也不会被自己的打鼾吵醒因为通常是旁边人才会被这个声音给吵醒，自己本身不会觉得，对不对？这些人真的自己本身是不知道，他睡在他旁边那个人是很紧张的，因为他确实是听到这个呼吸中止。这些人一般呢，他可以睡一整夜8-9个钟头，但是都没睡饱，白天还是猛打瞌睡，就是跟人家在对谈啊，甚至在开车呢会打瞌睡。对，有呼吸中止的人，他有6倍车祸的几率，因为他开车很可能会打瞌睡。真的对的。这比例还蛮高的呢。非常高，所以是一般人的6倍。一般人的6倍。可是如果像好了，他因为如果是旁边有老婆的话，他可能会知道说他有呼吸这样的问题。那可是如果他是单身，他一个人睡觉根本不晓得，因为他自己听不到啊。那怎么去判断说，他可能这个人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如果从哪些症状去判断？有将近8成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他有呼吸中止症。就如你所说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对啊。但是有些像譬如说来到我耳鼻喉科门诊，我就会注意这些人，如果他是肥胖、下巴小、脖子短，然后可能鼻子有些问题，我就会跟他提问。有时候在这个问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说，这些人有很严重的这个呼吸中止的问题，他自己都不知道的。